Bullshit！ Shit！ 哇 ，shit！ 这迷糊了。到了。Thanks。鱼虎的英文名称叫做 Giant Snakehead， 原产地是东南亚一带。最近鱼虎也常上新闻，15公分以上，它就可以开始掠食日月潭的鱼种。在夏天繁殖期，鱼虎体型较小，因此如果没有找到鱼球，就很难找到大鱼虎。政府在日月潭已经垫了几千只的鱼虎幼苗，虽然没有鱼球，但我们还是想继续试试看，为了能钓到岸边的掠食虎。我们研究了许多论文，也参考了他人的经验。关于鱼虎的生态情报并不多，因此也参考同属鲤科鱼种的特性、它们的掠食习惯等等。我们先做假设，并且了解其理论，再一步步的结构并验证。为了能捕获巨虎，我们安排了缜密的计划。这一次将驾驶小船去寻找鱼虎的踪迹，规划好行船的动线，尽量的了解各种环境状态下鱼虎习性。Giant Snakehead。因为日月潭属于湖泊地形，所以要从湖泊鱼虎的习性去琢磨。就像人类一样，种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差异，鱼也是一样的，但不变的是生存的本能。研究了一些文献，并观察自己养的鲤鱼，鲤科的眼睛朝上，所以它们容易注意到水面的动静。掠食结束后，一定会下沉，也会换气。鲤科的共同点是只攻击眼前的猎物，钓鲤科鱼时要等它下沉再开枪，才是最好的时机。
百闻不如一见，再次前往日月潭。0점 사격 실시。为了省时，我们用大铅笔快速搜寻，因为在晨昏时常常发现鱼虎在掠食，也有可能是白天游船的关系，鱼虎不敢大胆行动。假设日月潭的鱼虎有固定的掠食习惯，那么就尝试丢鱼虎曾出没的地点。서시익지. 시간이 너무 없어가지고. 뭐야 저거? 下午场毫无所获的回航，但也证实了在傍晚的时候，中鱼机会真的比较大。大铅笔的特性是搜寻速度快，但小虎就不容易着钩。夜深了，回饭店休息。虽然已经很疲惫，但为了明天还是要做好准备。因为有了前几次的经验，这次就专攻清晨和傍晚。你好。艾米，你睡在一起。一早前往草区来找看看换气虎。夏天的早上，鱼虎会待在草区，较有机会钓到，但是数量明显少了很多。脑袋里开始思考关于鱼虎的特性，它们饱餐一顿之后一定会换气，这区域是它们固定的掠食场域。没发现鱼虎在换气，应该是青鱼产卵之后已经散开了。저기 개 큰 거 개 큰 거。 掠食鱼种开始活跃了起来呢。昨天打龟了，今天就先换小铅笔来钓。왔어是了。要想办法把它拖出来。
역시 포기했다 사람은.小归小，但力量还是很强。漂亮的鱼体与鲜艳的体色，正所谓知足常乐。小小的鱼却能带给我们大大的快乐。찍었지.回码头休息片刻，下午再战。日月潭除了钓鱼，户外的休闲活动也很多，包含了近期十分流行的立桨划船。 형님, 출발하시죠. 가자.下午场先看看有没有鱼躲在树下。风渐渐的变大，我们开着小船前往水较深的区域。几趟下来，已经很熟悉日月潭的地形了。风声太大，软虫比较没办法用声响来吸引鱼虎。换成水表铅笔，已经傍晚了，迅速往下个点前进。节省时间，开始用远投做大范围的快速搜寻。 使用的是高齿比的卷绳器。刹车太松，导致钩子贯穿的力道不足。这一次有咬到，但开枪时发现刹车不够，用指压线杯来补强，为时已晚。又看到大只的鱼虎，但晚上看到其实蛮可怕的。会追，但已经不咬了。 쫄아가지고 따라오다가 도망가니.日月潭老街还是很多游客，看到很多美食，但还是先回饭店吧。
去了好多趟，都没遇到真的大虎。为了大虎，只能不断的研究与分析。上次在研究的时候发现，鲤科繁殖期结束后的水温平均在25度左右，并在产卵固幼结束后会移动散开。它们会找水底有软沙的地形和水位高的地方。我们将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，分析鱼湖可能的所在位置。水温和水位的变化也是重点，也找了很多潭居干枯的照片来对照，如此一来才能真正的看透鱼湖。上次在岸边小虎还是蛮多，那肯定也有产卵后的大虎。行船动线也确定完成，这是去一心一意只为一个目标——大鱼湖。带着大耳，准备去复仇。迷糊。Net is too small. No, I will grab his side, man. Don't worry, I will straight. 让他上船。Later, yeah. 不用，我直接把他轰一下上船。Give me high five！ 没人去那边？啊，好。真的是大哥终于有了，你看到我们几次啊？
这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，这个水域的。有没有10公斤？有啊，一定有啊，一定有，真的。慢慢，哇！